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赴山海播了200多天还在涨，17.64亿播放量9.3分，越南首播碾压本土剧30倍，166个黑热搜都没压住。2026年6月29日晚上8点，越南 Today TVSCTV2 黄金档准时开播一部中国武侠剧。首集上线当天 ，YouTube 单条片段播放量1.8万次。这个数字放在越南是什么概念？同期越南本土新剧的播放量只有它的1/30。当地电视台给的推广语是男神诚意暑期超级大作。一部在中国播了200多天的老剧，凭什么跑到越南还能碾压全场？数据是最诚实的。截至2026年6月赴山海，全网有效播放量突破17.64亿，即均播放量4410.9万，创下2025年古装剧集均最高纪录。微博话题阅读量134.7亿，讨论量11.5亿，抖音话题播放123.3亿，弹幕总量突破6000万。84.3万观众给出9.3分。播出200多天后，这部剧依然稳居单平台年榜飙升榜第7位，热度涨幅还有17%。传统剧集的热度曲线是一条抛物线，开播即巅峰，收官即滑坡。播完200多天还能往上涨的剧，整个行业数不出几部。赴山海反着来。这种反常的长尾走势只说明一件事，它一开始就被严重低估了。弹幕破6000万，藏着什么信号？弹幕这个东西很能说明问题。一部剧如果只是看完就走，观众不会费劲打字。6000万条弹幕意味着大量观众在反复刷，在边看边聊，在抠细节。单平台在追人数冲破500万。这不是看完就忘的快消品，是值得2刷3刷的硬通货。9.3分在国产武侠剧里什么水平？横向对比一下就知道含金量了。同平台84.3万人打分，这个样本量足以说明口碑不是粉丝刷出来的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2026年6月22日，全新评分平台金城正式上线。大量观众自发入场打分，诚意主演的3部剧《赴山海》《长安24季》《天地剑心》迅速包揽热剧榜前3，评分分别达9.2、9.2、9.1。然而亮眼的榜单只维持了半天，平台以数据异常为由，先是统一降番下调分数，9.1分的暴跌至6.4分，9.0分的降到7.4分。9.2分的赴山海直接清零，彻底踢出榜单前列。大量合规实名，完整观剧后留下的走心评价被一刀切判定异常。这事本身就够讽刺的，一个号称客观公正的新评分平台，首日就把观众真金白银打出来的高分全清掉了，清分反而成了活粉量测试。能瞬间把3部剧同时推上9分的观众体量，藏不住。166个黑热搜也没压住的，到底是什么？说完了成绩，得聊聊这部剧是怎么熬过来的。赴山海热播期共有277个热搜，其中166个是黑热搜，且多位高位。业内透露，播出前1个月已有组织性的购买负面热搜。动员近100自媒体账号发起饱和式攻击。黑粉群流出的聊天记录显示，有人专门制定3阶段绞杀策略，前期造谣剧本魔改，中期集中吐槽演技，后期甩锅演员扛剧能力。开播5日内遭遇多轮黑热搜，包括滤镜过重、台词不清、武侠美甲后者经澄清为光线反光，属恶意 P 图。豆瓣群聊甚至存在付费打1星行为，有业内人士估算，高位热搜加控评加水军加营销号打包，一条下来几10万很正常。166条黑热搜背后的投入，
保守估计在7到8千万。这么大手笔去黑一部剧，图什么？说白了就是成毅太火了，古装剧爆了，商业价值起飞，代言拿到手软，剧集招商一路飘红，直接把同梯队的人和背后的资本挤得难受。听说竞品招商 PPT 里直接写祖基诚毅代言，但结果呢？剧没倒，人没垮。黑热搜能制造短期噪音，挡不住真实口碑的长期传播。粉丝甚至发明了一种内娱奇观式的操作，天天蹲高位黑热搜下面安利剧集，黑热搜反而成了引流入口。越南首播断层领先，武侠出海靠什么？2026年6月29日起，赴山海登陆越南上星频道 Today TVSCTV2 黄金档，周一至周六每晚20点整播出 ，YouTube 同步上线。剧名直译叫一键成名，首集 YouTube 单条片段播放量 1.8万次，是同期越南本土新剧的30倍以上，实时在线人数超 1.8万人。越南市场对国产武侠剧并不陌生，但首播集断层领先30倍不是靠情怀能解释的。温瑞安原著《神州奇侠》的武侠底蕴是根基这部小说时写于1977年，正传1980年完成，包含正传8卷、外传4部、后传系列、别传及续传。诚毅一人分饰三角，是杀手锏现代社畜萧明明，成长侠客萧秋水，亦正亦邪李晨舟。3个角色跨越时空与性格维度，被演绎的泾渭分明。精良的武打设计是硬功夫，这3样东西叠加在一起，才是破圈的硬实力。国产剧出海最大的瓶颈，从来不是制作水平，而是文化隔阂。赴山海用经典武侠 IP 加实力派演技加真功夫，在越南市场证明了好的中国故事不需要翻译也能打动人。绵拳、非遗和打戏极细。说到真功夫的单独拎出来聊，赴山海的动作设计是一大亮点，融合太极、八卦掌等传统武术元素，还邀请国家级非遗绵拳传承人指导，诚毅系统学习并演绎该传统武术，动作刚柔并济，招式标准流畅。绵拳非遗传承人盛赞其形神兼备，有真功夫底子，还说练得很漂亮。比我们平时练功时要更好看、更得体。传承人认为，将非遗武术融入影视作品，能让更多人了解绵拳，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。更值得关注的是后续效应，年轻观众受剧集感召，自发学习绵拳，形成影视赋能非遗传承的良性循环。一部剧带火一项非遗，这不是营销话术，是真实发生的文化现象。诚毅曾在人民日报采访中表示，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武侠。诚毅完成的高难度动作包括空中转体、剑花翻飞、托马斯拳旋等。关键不在于动作有多难，而在于打戏极细。萧秋水遇险时眼神里的坚定，李晨舟得手时眼底的冷光，每个动作都在传递角色情绪。这才是武侠打戏该有的样子，不是为了打而打，打本身就是叙事。一部老剧还在涨，行业该反思什么？赴山海播出200多天，热度不降反升。越南首播断层领先，非遗传承人公开点赞。豆瓣9.3分稳居前列，166个黑热搜没压住。金城清分没清掉观众的真实热情。这些事实放在一起，指向同一个问题：一部被黑公关围剿、被恶意差评刷屏、被新评分平台清分的剧，凭什么还能活下来，并且活得这么好？答案可能很残酷，因为观众不傻。黑通稿能骗一时，骗不了200多天。水军能刷1星，刷不出84.3万人，打9.3分。资本能买热搜，买不来6000万条弹幕。一部剧到底好不好，最终说话的不是营销号，不是评分平台，
不是黑公关，是看完之后还愿意打5星、发弹幕、2刷3刷的活人。166条黑热搜花了7、8千万，17.64亿播放量是观众一集一集看出来的，前者买得到，后者买不到。